上次我们分享了居住新北市的优缺点，有天龙国之称的台北，究竟居住品质怎么样呢？你之前是有住过士林啊？哦，对啊，士林怎么样？你不是住在士林夜市附近吗？士林的交通真的是倍儿棒，因为红线嘛。对，台北车站直达，而且到剑潭只要9分钟，对，超快的。这什么房屋广告？剑潭前面才9分钟，河岸景观宅，还有的，还有那个离士林站好像11分钟吧。哦，好，然后重点是它公车超方便哦，方便到就不行。好了，房子买了，买不起，景观豪宅嘛。对，有就好了。还有呢。哦，就是它的那个公车啊，因为它不像刚刚讲的板桥，它是只有单一的路线，它是到哪里都可以的那种。真的假的？对，而且你知道吗？就是红线的捷运啊，它转那个橘线、转绿线有没有？走到对面而已，超方便的。真的哎。对啊，板桥在干嘛？但是就是马路说没有到很大条，而且我觉得其实士林蛮小的哎。那士林其实也蛮。就是一个蛮复杂的感觉。你说就是那边住的人吗？对啊，因为好像蛮多年长的朋友在那边。哦，应该说在那边的那个叫什么啊？就不是租房子的当地人，从小到大的那种，就几乎都是老人家居多。哦，然后也有很多小朋友在那边读书吧。对啊，就是那边有很多学校，可能就是都是那种阿嬷阿公带的孙子那种。这么严重？是啊，就是好农村哦。那爸妈就是在公司上班没有时间带啊，或是搞到爸妈他们另外买房子，可能就不会住在士林的，因为士林没有新房子。士林真的几乎没有。士林唯一的好像是剑潭附近基河路那里，那边几栋啊，就这么几栋。那你觉得住在夜市那边的感觉是怎么样？就是很多彪仔啊，感觉好这样对睡觉，就蛮多观光客对，然后就是睡觉真的不 OK 然后睡眠品质不是很好。对，因为半夜会突然间就是有那种咯咯的声音出现。哦，好可怕哦。那边天气你觉得怎么样？那边还蛮容易下雨的哦，蛮容易下雨。对啊，因为后面就阳明山嘛。对哈，靠近山的交界处。对吧？对，旁边就是那个有没有民船那边，直接立起来，山直接立起来。对，也是。那你觉得那边就是在夜市附近会有很多那种奇奇怪怪的人吗？就是那边的治安你觉得怎么样？就是半夜会有那种啊，什么？就是去逛夜市，然后可能有点喝醉酒之类的。是啊，乱敲门那种，不是要敲门啊，敲门早就报警了，太可怕了。就是他们有点吵这样子。那便利性呢？对，这个就是真的一个很大的致命伤。为什么有夜市？它就只有夜市而已，它就是夜市了。夜市就是很复杂嘛。重点是，因为他要去买东西的话，最近的话就是那个中正路全联，不然就那个福港街那边。福港街的房子真的有点老旧，对，便利性就对了。就是可以去全联色吧？没有美颜色，没有，刚刚的。太夸张了，就是只有全联，它比较那个就北部化一点。什么都是全联，对，楼下有10间全联，大概一个士林区有3-4间全联吧，我知道就有3-4间了，其他的可能还更多。OK，对啊，因为如果说要去比较大型的，像什么 Costco 或是家福或是大发，就要到内湖或是天母。超远的，然后大才买一下就比较麻烦。像我之前有时候啊，就是会去找你啊，因为我从大直到剑潭，我觉得蛮方便的。对，公车就跟你说，士林的公车真的是好到一个不行。真的那你讲一下大直。大直，对，我以前住大直的时候，除了说到士林方便之外，还有其他优点吗？有，那边就是豪华人住的地方。好像是你怎么这么想？我也不知道没有住宿舍。原来假有钱人。不过那你知道那个美丽华那边比较高级而已啊。没有，其实大直的房子都蛮贵的，真的。他房子都破旧30-40年还住，怎么可以这样啊？不好意思，其实那边的房子的建设真的是大部分都是公寓对啊，然后只有几乎是美丽华那边比较多大楼，还是那边都是学生宿舍？也不是啦，就是可能那个地段真的是比较高级了一点。到底高级在哪里？我觉得那边是一个生活很便利的地方。因为我以前住的那边是在这个实践大学附近，然后实践大学附近呢，其实就有顶好，也有全联。然后如果你往美丽华的方向呢，也有这个爱买，也有家乐福。爱买不是倒了吗？以前有啊。对，做不出自己的那个。但是我觉得这样算方便了，你不觉得吗？
对，对啊，那个美丽华那边来说的话就很近。对对对，因为其实我以前都直接从大直走到美丽华，走得到，可以，大概只要走15分钟内就可以到。哦，真的不错哎。对，然后至于呢这个交通的便利上面呢，我是觉得捷运上是可能往这个松山机场那边就是会比较久一点点，对，很久，因为那一站之内是有个长的啦。对对，但至于到那个哪里？中和新竹线是不是比较麻烦？对，没错，因为它就要换线，换2站这样子。对啊，要不然坐公车。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到台北市是真的蛮快的，真的。对啊，因为它就是这样往下来，就是可以到台北市区了。就是经历过那个松山机场 ，OK， 一切都 OK， 真的。然后公车上，我觉得它其实到那个像车多吗？健谈是最方便的哦，其他可能就过一个隧道不到，其他可能没有了这样子。其他我觉得到台北市也还蛮方便的。它马路嘞，好像就是只有一条，我只记得有一条北安路啊，其他的好像就都是小路，对不对？其实大部分都是小路但它就是小巷子里面也是四通八达的。对啊，至少不会说一走就是麦当劳什么都有啊之类的，所以我觉得那边是一个生活机能还不错的地方。而且我记得那边的马路都是方方正正的，不会迷路。哦，路痴推荐。然后我觉得那边的天气其实。那是什么天气啊？哦，它就是山下山边了吧？以下雨的情况呢，是比这个淡水少很多。你跟淡水比，但是呢，又比板桥还多。这样你懂了吗？啊，比较普通吗？但是可能有时候又会下雨啦。哦，维多，没错。维多利亚的秘密。谢谢。对，所以其实大概是这样子的。那你就不太会淹水吧？大直会淹水吗？其实不太会耶。可是我听说大直是之前那个基隆河截弯曲直的地方，你知道吗？是哦，所以有淹水，可是没有淹水啊，可能还没有啦，也不希望发生啦。对。那你那边的治安怎么样？你都有钱人，应该很 OK 吧？那边其实我觉得治安蛮好的，对吧？有钱人都是有保镖什么的。我没有保镖啊，那还是很安全啊。对啊，至少学校在旁边嘛。有警卫。对，所以我觉得还 OK。你搬最多次了，你是不是还有住过那个大直旁边的那个内湖？我搬最多次，还有你啦，还住过内湖，连整个文湖线都住过一次。内湖哦。内湖真的是一个顶尖级的地方，都可以做这么顶尖的地方。内湖都是那种艺人啊，什么董事长在住的。没错，难怪你要搬走了。内湖这个地方呢，我可以说是交通其实真的还好。内湖有捷运吗？有捷运是没错，可是那个文湖线这样。很小台，拥挤到不行，你一定没位置坐啦。对啦，你只能坐在那个2格座位中间的那个上面，你知道吗？有时候一般还上不去，真的。对啊，对。然后文湖线呢，其实就是要到每一个地方是我觉得比较麻烦。对，而且它是高架的，但是它到南港是比较方便啦。对，到南港很近但如果也要看你住在是西湖啊，或者是住在东湖啊，或者是住在靠哪一个地方，因为其实如果你是住在内湖很东方的话，到市区是真的要蛮久的。对，而且好像就只能坐捷运这样绕一圈。没错，你可能要花上1个小时以上的时间。而且那边有3挡着，又有河，不是河湖啊，也有河，对，都有。哇塞，这是一个地理环境非常。所以那边其实我觉得环境是很不错的。对，你要看到这个有山有水的地方，我是觉得很不错。但重点是呢，它的天气也会偏有点冷，听起来是有点凉。是有点凉的因为它那边靠近基隆嘛。没错所以那个云一飘进来就下雨，而且是有点容易积水的啦。容易积水？有时候会啊，因为它比较多山坡嘛。那如果你是住在底下的话，就比较容易积一点的水啦。是，而且那边好像也是那个基隆河截弯曲直的那个又来，基隆河就很长啊，很容易淹水嘛。那讲到便利性，其实。之前住的地方附近是有顶好啦，就是顶好，真的，你走到哪顶好就搬到哪。那内湖附近是有 Costco， 可是它是在中间，对，大部分也是。加的其实呢也是 ，yes， 所以其实这个坐公车才可以到。如果你不是住在那附近的话，对，就没这么便利。而且它好像公车就是那几班而已，所以就是公车的话就还好。然后那边的治安呢，其实我觉得还算 OK
因为那边大部分的房子都是有那种管理员的。哦，都大楼，还蛮多大楼的，相对来说也比较新哦，就都是新大楼。对，或者是就是可能有的是整栋都他们的。哇，好，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也是一些盖很久的房子，但他们可能都会整新啊之类的，所以其实房子都还算蛮新的。但我印象中的内湖好像很多都是就是老地主。哦，蛮多的蛮多的，因为他们才有这么钱去买内湖的房子。对，但是相对的，他们就是可以有这个钱啊，然后把房子整新啊，然后很华丽这样，然后再租给别人吗？有的是这样子，没错。那你那个你到底还有住过哪里啊？哦，我觉得最后一个应该是中正区了吧？中正啊，确定最后一个了，应该是最后一个了，目前最后一个。中正区呢，就是真的很繁华啊。中正区台北车站。对，台北车站，然后或者是如果是中央纪念堂啊，然后或者是古亭那一带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机能很不错的地方。就是都是那种历史古迹各种的机会的。但是这样子来说的话，是不是房子也很老旧啊？房子肯定是古迹啊。有一点因为房子真的是那边其实很少看到大楼，虽然是有，但是比较少，也有在开发，但是相对来说，我觉得那边公寓比较多。那所以那边的人不就都也是老人家咯？比较多。但是也有一些年轻人可能是租房子在那边之类的。看到年轻人应该几乎都租房子的吧？没错。那我觉得像是机能上，我就觉得因为在市区，所以到每个地方都还蛮便利的。可是我觉得中正区有个很大的那个就是很麻烦的地方，就是它很多单行道。对，很多单行道。台北是最多单行道的地方啊！真的假的？应该是吧？哇！而且有时候走到那边就没路了，就可能走到那边前面是古迹啊，就不能进去了。就中街桥那里吧，这么多，植物园那边。可是那边要去那边有卖场吗？那边如果要去买东西的话。卖场可能就是要去那个大润发的话，就要去到忠孝复兴附近的那个大润发，很远呢，超远的啊！不好意思，还有哪里西门附近有这个家乐福但是可能就是真的要骑车或者是坐捷运才会到。对啊，都蛮远的。有啦，附近也是有些全联顶好，就可能够了，只能去逛古迹了吧？那住过一轮之后啊，你想要给这些地方评分一下吗？我们来评一下每一个地区的居住指数，然后跨境台北市，士林吗？士林，好，士林我给他4.5。士林都很高哇，那个交通公车我就超爱的就那个公车。唯一的缺点就是在夜市旁边啊。OK， 好，对，可以搬离夜市啊。对啊，搬离夜市我就给他5颗星了。大值我觉得大概会给个4颗星。你士林怎么了？大值好窄不是，因为我觉得士林房子比较便宜啊。也是啊，相对起啦。那个大直旁边的内湖，内湖大概3颗星。3颗星你干嘛？3.5好了。偏科了还改？不是，因为我觉得内湖交通真的没这么方便，我很注重交通。是对啦，对。但是很多那个艺人跟名人、董事长住在那边又来，以后再说啊，老再去啊，不要当成就变5颗星了啦。对啊，好，那最后一个来，中正区。中正区我应该会给4颗星，4颗星，4.5。它跟那个士林区是差不多因为就是交通真的太便利了。但是他没办法去 Costco 还好对我来说啦，我可以一次先把全部的份就买起来。也是啦，对，因为比较喜欢住在古迹里面的感觉。但是以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个人的想法，没错。如果你有不一样的想法，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对的，那我们今天影片其实也差不多到这边了。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记得按赞、分享、留言、订阅我们的频道，还要开启小铃铛。